是一年一度迎接温迪到来的时候，这一次即将向我们走来的不是一个加拿大女人，而是3个，但是其中的一个在机场直接晕厥。他们的飞机是今天11点58落地北京，我们12点到的，一直等到了2点50，快3个小时过去了，我们都非常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大胖媳妇严重怀疑她的妈妈因为托运的费用之类的小事跟谁打起来了，涉及到袭警什么问题被逮捕了，特别焦虑。我们一寻思完了，那就想咋捞人吧。这时候3个加拿大女人热的跟烤地瓜似的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说咋的了你们？温迪说你扣，也就是大胖媳妇的小妹妹，出了机场就热吐了，等行李的时候都晕过去了。她在机场吐了3次。温迪是第一个过海关的，看完他这个有效签证，他第一脚迈入了中国国土。他后边的女儿刚要过海关的时候热吐了，温迪呢想回来照顾他，但人告诉他他的中国入境签证是单次往返，就是说现在脚迈过去就回不来了。最后他们还是出来了。今天北京27度，但是看着仨都快晕厥了。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子本来头发基本是直的，热成了卷毛，但是接到他们大家都很开心。唯一迷糊的是张拿铁，我们都说要去接奶奶嘛。拿铁去的时候吧非常开心，因为啥呢？就我妈就孩子姥姥，不知道为啥非得让俩孩子管她叫奶奶。拿铁就以为铁岭的奶奶来了，而且他还坚定地认为，就机场这儿好几百号等人出来的人都是来等他奶的。结果人一出来，此奶非彼奶，他也不是铁岭人，他也不说铁岭话，叽啦哇啦就是一顿叭叭。拿铁不是很开心。这是什么声音？他们在说啥 Yes, this is for mommy. 不懂。然后继续我们一年一度的壮观流程，那就是送出来自加拿大的礼物。首先，温迪十分隆重的给2个孩子一人一个绚丽的鼠标垫。Elephant. 哎呀妈！ Elephant. 哎呀妈！ Blue turtle. Pink turtle. 这是和我吧，这是洋娃娃。温迪这次比以前真的是大方多了，还给我和我爸，也就是他的哥哥，一人买了一袋三文鱼，告诉我是烟熏的。奶奶给我买的烟熏三文鱼，烟熏的。我不吹。那么熟悉我的观众可能知道，去年温迪来呀，给我妈她的亲家母送了一个碗，大概是义乌产的，卖到了加拿大，又被她买了带回了中国。她把碗送给我妈的时候吧，我妈家里有4个一样的，所以我妈觉得温迪非常不懂事，非常不开心。温迪走之后，我妈跟我说，我告诉你，我就是看白求恩的面子留着他，要不当面我就给砸了。后来我想让我妈消消气儿，我怕她真给砸了，我就把碗给拿走了。温迪跟我们打视频，发现那个碗在我家，问我怎么拿走了我的碗。我说因为我太嫉妒你给我妈的碗，太漂亮了，所以我横刀夺爱给抢走了。于是温迪这次来带了2个，跟我说为了保证你不再抢我给你妈妈的礼物，我给你们俩一人买了一个，还是那个店买的。我说这是啥呀？温迪说这个艺术品，你感觉它是啥，它就是啥。我说我感觉它像大号开塞露。到家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就是热的呀，特别难受。我都开空调了，还是觉得不够劲儿。温迪就要喝冰水，我去拿冰块，拿铁薅着我不让给，非给他奶上热水。喝热水，喝什么冰水？跟你们同步2个重要信息：第一，温迪来了，上飞机了；第二，温迪不走了，要住这儿。这不是最近大胖媳妇亲生父亲找到了吗？我们呢计划去加拿大的东部和他的爸爸见一面。只要咱听到这个计划之后非常兴奋，一天到晚跟张拿铁喊：拿铁，我们要回到加拿大了。张拿铁呢昨晚就睡毛愣了，梦魇了。看妈妈做梦了，知道不？看妈妈，这是哪儿？我不想去加拿大。我一看孩子睡毛愣了，我正要给张姐叫醒呢，一条来自温迪的信息来了：我要上飞机了，30个小时之后见哦，耶！我放下手机跟张姐说：“我说孩子别怕，梦都是反的，不是你去加拿大。”张姐说：“我说是加拿大自己过来了。但这次温迪来情况可不一样，他没有买回去的机票，我没夸张，这是真事儿啊。今年呢，温迪本来没有预算要来中国，加拿大这2年的气温呢也是越来越热了。温迪和布莱恩他家呢只有俩电风扇，2口就攒钱想买个中央空调，攒了3年前就确定今年要买，马上要买了。温迪说不行，他太想孙子和孙子了，血压飙到190了，这笔公款他一定得挪用一下，就空调不买了，买机票。布莱恩呢当然表示强烈的抗议，毕竟去年温迪为了来中国钱不够，把人家布莱恩的牙医给停了，老头现在缺颗门牙还没安呢。但是温迪不听，执意要走，于是布莱恩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你要是这么办事儿，今年夏天还没有凉风吹，你前脚离开加拿大，我后脚就把咱家暖气片卖了买空调。咱家有4个可移动电暖气片，我卖了买空调，大不了到了冬天，老温我再卖了空调买回这些暖气片，爱咋咋地，不过了。温迪和布莱恩就这样陷入了冷战。于是温迪在出发之前给我跟大胖媳妇正式打了一通电话。温迪说：我的确很小孩子，控制不了，每年飞来飞去真的太费钱，所以这个事儿我仔细想了一下，以后我不会再来了。大胖媳妇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然后温迪说：因为我呢
不走。我正式应聘当你家阿姨，你家阿姨你一个月给她多少钱？就给我一样的，我也不多要。你们呢考虑一下，等我下飞机之后咱们细聊。说实话，我是有点动心了。他带孩子啥样咱先不说，他真带素材呀。大胖媳妇一看我动心了，十分激动啊，朝我怒吼：聪明的女人可以花10万块钱请一个阿姨来到家里，但绝不会花1分钱把婆婆请到家里。 Like food with no spice and no season. 他疯了。大胖媳妇这是满心不理解，她说我啥不能干的，你找她干啥呀？省钱还得看我，买东西沃尔玛88毫不节就够了，不凑单不用等，其他购物节没得比。这榴莲冰淇淋4个才19块9%，100%动物奶油芝士蛋糕19块9，沃尔玛都能教会老外咋省钱。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呀，我说温迪啊，我们准备趁着暑假全家去加拿大的东部看一下大胖媳妇的亲生父亲，也就是你的前男友。那么你咋办呢？温迪说，我一起去啊，孩子在哪儿我在哪儿，我是阿姨呀、而且加拿大我多熟悉啊，那有啥不能去的？现在温迪上飞机了，布莱恩在加拿大的酷暑中煎熬，越想越觉得哪儿不对，忍不住给大胖媳妇发来了信息。布莱恩说，这个事儿我咋想咋觉得哪儿不对。我在加拿大的西部没有空调，钱让你妈花了，去中国找你们去了，然后你们带着她去加拿大的东部找她前男友去了。你说这个事儿其实里外里是不是就是我在西边攒了3年钱，送我媳妇儿上东边找老头找老头？我不知道这人世间的误会怎么就这么从天而降到了我家呢？咋回事呢？大胖媳妇接受了一个采访邀约，这个采访很重要，她在家好好准备了2天，就准备这个记者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哎呀，那小词儿都背好了，说好了这个记者是3点之前来，这个时间呢，俺家别人都不在家，大胖媳妇在家怀着这个紧张、激动又忐忑的心情，等待着这位记者朋友的造访。然而呢，我妈最近老腰疼，我前天就在手机软件上给我妈订了个上门按摩的师傅，今天来。但是呢，我妈今天早晨突然跟我说铁岭有事儿，早上从俺家走了回铁岭了。我呢把预约按摩师傅这个事儿给忘了。2点钟，人家师傅准时上门了。大胖媳妇寻思，这个点儿来的，那肯定就是要踩我的人。师傅寻思，家里就他一个人，那肯定就是我要摁的人。于是这个城门楼子和胯骨轴子2个孤独的灵魂，哎，就这么一拍即合了。你好，你好，30多，好，谢谢，谢谢。怎么上门啊，我是李师傅。欢迎你，师傅。你好，你好，你的开门看我。拍，按完就拍，你准备好了啊？那我们就开始。快多闪，快多闪。快多闪。我还是站起来了。停住了，我站起来，要不然我没法停住。你坐着，对，我一起做。啊。按摩师傅觉得这人有点毛病，想赶紧摁完拉倒吧。您哪里最不舒服？大胖媳妇就想，这记者给我挖坑，我可不能掉进去。哪里有师傅？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中国有很好的美食文化，人放精神，不是中国贵人，中国贵人。第一个问题，大胖媳妇认为他给出了满分回答。下边的环节，他套用了一个百搭公式。他准备采访的时候就问我说：“哎，你说这个记者万一跟我说的什么词儿，我没听懂怎么办？”我说这个事儿吧，有时候我听英文我也有听不懂的时候，我呢就重复他说的这句话的最后几个字，然后给一个官方笑容，比如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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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ligent， 就这样。没有水放会场，我地方放啊，对不上，我们先处理煎饼吧。最见解吧。家里的尴尬气氛到此刻达到了白热化，2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拿起手机寻找外援，这个外援就是我。那外援笑还来不及呢，我怎么可能告诉他是咋回事呢？帮不了他，我能做的就是给他用了我的科颜氏溜溜瓶，这脸又是起皮黑头还有疙瘩，上镜糙的不行，用这个有3种酸来层层焕肤，效果超快，用完脸细腻光滑，还很温和，随便用。记者马上要来，快速平滑帮大胖媳妇找回状态。回到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对劲儿的？他说实话实说，我前20分钟都是懵的，以至于他问我关于按摩、拔罐等问题，我还寻思，哎，考中国传统文化，我题押对了，我还搁那扣题呢。我们现在躺平吗？躺平。啊，不要不要不要，需要你这样看我，看我，我看你。啊，你可以这个做，你坐着也行，你坐着我站着，我们就开始了。可以吗？可以。来中国多长时间了？啊，对，要求抱住上上一岁就。不错不错，说的挺好。你平时按摩吗？我不咋按，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中医文化很有意思。对，说的非常对。来个拔罐，我也会拔罐，我喜欢。拔罐是中国文化的遗产。